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2024年你们的脱单讯息。我们来帮大家对应一下2024年哦，关于你们最重要的一朵桃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能量哦。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组你们的一个能量的状态是如何哦。好，我们第一张牌圣杯一。好，第二张牌是命运之轮。我们的圣杯4，金币5，好，金币3。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那种非常感性的人，就是你是很重感情也很重感觉的人，你不会说我跟这个人在一起，我就是想要玩，我就只是想要这种露水情缘。相反的，你们其实想要找的是一个能够跟你在一起很长很久的一个伴侣，而且你们内心其实是有很多丰沛的情感是想要去给出去的。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一直心中有在等一个命中注定的邂逅，命中注定的那个人来到你的身边。对于你们来说啊，只要遇到这个对的人，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可以奋不顾身，排除艰难各种险阻的状况，你都可以去突破。你们其实并不会很怕困难，你只要有决心，下定决心，其实你都可以去一一克服。相反的，你比较害怕的是你所爱的人没有给你很好的回应，就是如果你付出的爱得不到回报，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件很伤心很难过的事情，而不是那些横隔在你们中间的距离啊，或是说其他的问题。对于你来说呢，我觉得你们在感情上其实是勇敢的。那有些朋友看见你们好像其实你现在心头有一个令你伤心跟烦恼的一个状况哦。这个状况有2种，很可能是你现在的这个工作状况，你在想说要怎么样子达成一个更好的成就。可能有一些朋友，你们过去辞职为了去准备一个什么考试，或者是说你要去新的环境工作，以至于你现在的这个就是工作状况暂缓，你可能要去新的地方找工作，或是有一些朋友，我看见你过去工作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么的顺利，所以你想要去有所突破，这是第一个状况。第二个状况，我觉得比较多的朋友是，其实你心里啊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是跟你牵扯了蛮久的一个人。那对于你来说啊，其实你不是很确定说你们会不会长久的走下去，其实更多的是你觉得你们应该没有办法长久的发展下去。对于这段感情，其实你会有非常多的怀疑的想法，但是也因为可能曾经你跟他有过一些牵扯，甚至说两个人曾经是婚姻关系，难免在割舍的时候有一些伤心。但是你仔细去想想，这段感情给你的回忆好像是流过的泪比较多，好像是令你伤心的情况比较多，所以你有点像是不舍过去的自己，还有不舍自己的青春投入在这样子的情感中，不舍这样子的一段回忆。但对于这个人啊，你们内心我觉得会有一些很复杂的情愫，但是你觉得这段感情在现实层面来讲好像没有办法很好的走到一块，然后因为这个就是你心中跟你牵扯的，就是你心中有萦绕的这一段感情啊，它并不符合你心中最终极的这种命运之轮的这个理想。对于感情，对于爱情，你们绝对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有自己的一个执着。而且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非常感性的，你们对于这个选择对象的这个颜值，或是说第一眼的这个感觉，你们其实会很看重，你会看重对方的一个外表的，然后对方的这个谈吐，对方的讲话有没有办法打动到你，比如说他有没有办法让你很开心，你们两个的这种灵魂层面是不是可以聊得来呢？所以这些也是非常你们会去在意的事情。而过去萦绕在你心头的这件事情，这个感情很可能就是两个人没有办法
达到完全心意相通的一个程度，或者是说有什么现实中的难关阻碍横亘在眼前，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让你觉得说对方好像不是这么的有心。于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正在心里慢慢的放手一段感情。然后呢，有些人我觉得你们现在在为你的生活去打拼，去努力，你想要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这可能是过去你跟宇宙所许愿的一个梦想，你们正在朝着那个梦想前进，很可能是你的事业，或是说你想要去创业，你想要去组建团队等等的，有些朋友正在去攀爬这个梯子，达到你们就是摘星，达到那个梦想的顶端，去摘下你心中所想要的那一颗星星。还有些朋友啊，我会觉得说你们如果是那种比较稳定的机关，比如说公家机关或是某一个大公司，它的这种升迁啊是按照这种年资，或是它是有它是有一定的顺序，不是能够很跳跃性的成长的话，我会觉得有些朋友你们好像在稳定的生活中想要有一些变动，想要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想要去多多呼吸空气，想要去看到一些阳光的感觉，因此你们也会去在其他的层面去挑战自我，或者是说你可能想要去换到在这种大公司的环境底下，你想要去换到更加适合你的那个单位，更加能够生活工作平衡的一个单位。当然这个钱的讯息是很重要的，不论是要换到什么单位，这个钱啊一定都是要让你们能够去满意的。好，这个是大致上第一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讯息。好，如果你觉得有对应到你们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就来继续看一下这个你们的脱单对象的详细的讯息，好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圣杯六，皇帝牌，太阳牌，权杖十的星星牌。好，我们先看一下这几张牌哦。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遇到的这个人会是一个旧人，就是这个旧人是以前曾经跟你认识过、有联系过的人，或者是说其实你现在就已经有在跟这个人接触了，只是你们是在网络上接触，你们还没有正式的见面，也有这种情况。那还有另外一部分的朋友哦，这个圣杯六它有一个熟悉感，就是两个人明明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谈话就可以这种很一见如故，就可以去说到你的心房中，就不会有那种第一次见面的尴尬感跟陌生感。你们两个好像上一辈子就遇见了，滔滔不绝的彼此分享很多的事情，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然后这边有这个国王牌的能量哦，我们看到这边是太阳跟月亮的结合，还有阴性跟阳性的一个结合，所以我觉得它这边的这个国王牌啊，它并没有传统的国王牌这么的有控制力，相反的，我觉得这张牌更加显现出，这个人他是外在有成熟、大气、稳重的一面，他甚至可以在一些公共的场合中去演讲，去控制局面。然后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蛮有人缘的人，很多人去看到这个人，看到他身上的正能量，他就会想要去帮助你们的这个桃花对象，就是你们的桃花对象很有人缘，很多人都会想要去成为他的贵人，因为我觉得他本身是一个不大计较的人，有些事情啊，这种零头啊，或者是几块几毛，他会把它去掉，或者是说有的时候他在某方面吃亏的时候，他觉得也没有关系，是就是在人际关系相处上，他是愿意去吃一些小亏的，他是人缘比较好的那种人。然后呢我觉得他看得比较远，很多事情看大不看小，不会去争蝇头小利，不会去计较一些很小的事情。那因为这个特质啊，他身边我觉得一路以来，在他遇难的时候会有人来帮他，他
对于他所爱的人会非常非常的照顾，他选择了你之后啊，他就会想要跟你去走一辈子。那我也看到这个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感情哦，因为它是阴跟阳的一个调和，也就是说这个人啊，他选择了你，而你们呢也选择了他，这是一段双向奔赴的感情。因为有的时候光是他爱你或是你爱他，这段感情是没有办法去成立的。而你们两个，我觉得很棒的是，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很好的，同样的对方也是，你们的这段爱情啊是一个对等的爱情，你们的这段爱情啊是能够去获得回报的，付出是能够获得回报的。因为我们的感情是不能够去强求，也不能够去好像是说做很多事情来感动对方嘛。你们不是属于那种对方要做很多事情来感动你，或是你要去做很多事情来感动对方的那一种。相反的，我觉得你们是那种就是一爱上了就是坠入了，就是第一眼就爱上了，然后一爱上就坠入到那个感情的情境中，然后他还蛮可靠的哦。我觉得他在两个人的能量相处上哦，他其实是可以去帮助你的，你可以去依赖他，在心理上你会觉得有他在，你就可以很放心很安心。然后他是一个我觉得在事业上会很优秀的人，很可能他现在还是学生或者在发展的阶段，那他未来就是一个潜力股。或者是说看你们遇到的年龄，如果说这个人呢已经就是有一些年纪了，或者是在事业的一个上升期，其实你可以看见这个人哦，他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状况，未来啊其实会获取很多的权利跟很多的资源，他本身也非常有才华，可是他不是工作狂。我觉得比较特别就是他工作能力很强，可是他不是工作狂，他是可以为了美人去放弃江山的。因为对他来说，他其实是有能力的人，他不怕东山再起，就是你给我换了一个新的环境，我为了爱情我要做出很大的牺牲改变，我也 OK。 因为他相信他的能力是可以重新去重振他的事业，或是说他可以去追求他心中最理想的一个家庭跟生活平衡的状况。也就是说，可能这个人过去啊，在你认识他之前，他有很辉煌的成就，那也许跟你组建家庭之后，他会想要更多的时间来跟你在一起。假设你们的协商状况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陪伴时间，我觉得他也许就会在事业上，或者是说在他的这种工作上有所调整，这种优先顺序有所调配。然后啊，这边是太阳牌，就是这个人啊，基本上我觉得他会用他全部的力量去爱你，你可以感觉到这个连结，互相喜欢的连结是非常深的。你们跟他在一起，就是说你成为他的另外一半之后啊，你不用去说一直去追他，或是说一直去等待他的讯息，或是说要看他的脸色，其实都不会。我觉得他会把你放在心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你们两个连接起来的这段缘分绝对是一个良缘，而且你们是在对的时间点互相的喜欢，互相的释放对彼此的情谊。我觉得这个对的时间点很重要。你看这两张牌都有太阳，就是太阳在最中间的时候，日正当中，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时间点，你们两个在这样子的时间点遇上了，所以对的人在对的时间点遇上，真的是促成一段天造地设的情缘。这个就是属于你们的一个爱情，属于你们的一个缘分。好，这个人啊，我觉得他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就是他的生命当中，前面在遇到你之前也经历了一些波澜，也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是我觉得他并不会说我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就是要跟你拼死拼活，如果我没有赢，我就是跟你两败俱伤这一种。相反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弹性，比较柔软，比较聪明的状态。因为你们看这个权杖十啊，他并不是面目狰狞的去把这10根权杖立起来，也就是说
这个人知道，如果说当时他的状况不好不行的话，他就会让自己稍微休息。他就像前面说，我觉得他有时候比较佛系。好，他并不是说我就是要去争第一名，然后用尽全力，然后把其他地方都弄得伤痕累累，去牺牲我的感情，牺牲我的健康，为了去争某一个事业上的第一名。相反的，我觉得这个人懂得先蹲后跳，他懂得去在某些时候去做策略性的退让，以至于之后跳起来的时候他会赢得最后的胜利。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不仅成熟稳重，而且他其实是蛮聪明的。如果你们遇到他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也许他很可能假设是一个在沉潜的状态，并不代表说他一直都是好像在这种毛毛虫的状态不会动，而是他在酝酿，他在孵化，他到有一天的时候终将会破茧而出。所以这个人绝对是潜力股，这个人绝对是黑马。那我们还有这个星星牌哦，星星牌的话，这个人第一个就是非常有才华的人，这个人的能量，我觉得他很可能会写歌、唱歌，或者是说他会去画画，那有可能他会去做一些手艺、手工艺，或者是说他在某个领域上是非常有专长的，也许他对投资理财、对于数字、对于图像等等的，他是有他是有他自己的这个，我觉得算是天分所在，就是他不用去投入太多研究，不用去投入太多心血，就可以去维持的还不错的。那这个星星牌啊，在这边看到，我觉得这个人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符合你心中理想对象清单的那个样子、那个模样。你曾经跟上天许愿过你的理想对象啊，要有什么特质哦？这个人身上就会有那些特质，非常非常的郑重核心。然后，他基本上跟他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品质啊，会是有所提升的，因为基本上他不会去成为你们的负担，或者说他不会去让你们吃苦，他也会在各方面去协助你，或者说如果你们组建家庭，两个人就是会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帮衬，是强强联手的一个能量，让这个家庭可以，这个感情，这个团队可以去运作的很好。我看到你们两个最后啊，会有达成愿望，生活水准提升，因此感到很满足，对未来充满很多很多的希望。就是说，这段关系，这段感情的结合，不单单只是满足一个爱情而已，我觉得它还带来了很多希望，很多的新的想望，很多对于未来的生活啊，你会有继续前进，然后继续更新的一个动力。对于未来你要如何过得更加的丰盛呢？你们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而这个人呢，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我觉得他有就是我觉得他有个很巧妙的能量，就是他很可能会在某些地方他是想要去掌权的，因为他本身是蛮有领导力的，可能他在他自己的工作上，在公领域中，或者在那个团队中，他就是一个管理者，然后他就是一个很多人要去听他教导的人。那在我觉得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也是，我觉得他有些地方呢，他会想要去展现他的领导力，展现他的可靠，可是同时啊，他又有那种比较可爱，比较像孩子的那一面，所以他也会去跟你撒娇，然后他也会，我觉得他在爱里面的那种撒娇是会让你很柔软的，很难以去自拔的，就像陷入这种软软的棉花糖一样，就是他身上会有这种好像又是国王，但是又有很柔软会撒娇的这个能量。他也是非常清楚他要什么，就是他喜欢的人，看对眼的人，他就是决定了，他选择了，他就会去明确的表示，他不会再去挑三拣四，或者说我再去多看看。我觉得他非常清楚，也是因为过去的经历，或者说他
对于感情就是想得很明白，自己适合什么样子的人，非常的具体，非常的明确。所以我觉得他遇到你之后啊，你可能会想说，为什么他这么快就认定你？事实上他对他自己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因此他遇到你之后啊，他其实就可以很快，或者是说立刻就下定决心。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这边有权杖五，还有这个金币四，还有愚者牌。好，那我们来帮大家看一下星座的能量。权杖五，土星在狮子，金币四，太阳在摩羯，愚者四，白羊座。那我们前面有白羊座、狮子座、水瓶座，还有巨蟹座的能量，星座能量给大家参考。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我们这边有出现权杖五，代表说我觉得这个人呢，他们在跟你沟通协调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两个相处上可能会有遇到一个需要去沟通协调的部分。那在这个沟通协调的过程中啊，你们通过了这样子的好像沟通上的一个磨合之后，感情状况会变得更好。就是说你跟对方可能会需要去突破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比较是你们两个在相处上的，可能因为一些价值观、目标，或者是说一些沟通的方式，你们需要去协调、调和、磨合之后啊，你们在感情未来的发展就会变得非常的顺利，然后也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争执跟纷争。你们会花更多的时间集中在去实行你们两个共同的目标，也就是说，可能前期你们会需要进行一些沟通，你们两个真正想要去建立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当你们去集中精神去讨论，或是说磨合协调之后啊，这段感情未来发展就会非常的顺利，非常的和谐。那还有一个情况是，很可能你或是对方在遇到就是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可能对方身边是有一些桃花，或者说可能他是需要来竞争你是有其他的选择的，就是他可能觉得你人缘很好，桃花很多，或是他觉得你们是非常有吸引力、非常有魅力的，他可能就是他心里的想法是，他认为他需要去竞争你的心才能够得到你。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可能也跟你们过去这个圣杯四的状况有关。如果你们现在心中有人的，或者说你们还有一段这种牵扯不清的感情关系的话，对于对方来说，很可能他是需要去跟另外一个人竞争，直到你把某一段感情关系处理完，或是把某一个人放下之后，才能够真正去赢得你的心。好，接下来是金币四金币四是一个很好的能量。第一个就是这个人对你，我觉得他算是有占有欲的人，他并不会说我跟你结合，我跟你好像进入到感情关系之后就各忙各的不理你。相反的，我觉得他是需要去看见你的，他是需要去确定你们会在他身边的，你们俩可能会去交换很多的讯息，即使你们两个是在异地的话，也会视讯让彼此安心。就是他不是一个放任对方不管的人，相反的，我觉得他是一个会给对方关注力的人。如果你们是喜欢那种在感情中啊，会比较多讯息，或者是说比较多关爱，比较多互相的这种照顾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会有的。然后呢，在金钱的能量上，必须说，我觉得这个人第一个就是他很会做投资理财，很会存钱，他很会做钱滚钱的这种思维，他会把他手中的钱变得更多，变得更大。有可能是他在这个就是消费花费上是非常有意识，非常聪明的，不大会去在金钱上浪费。另外一种的话，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我觉得这个人呢，他虽然就是在花钱上大手大脚，就是各方面呢喜欢用好的，又有质感，或是说想要跟恋人在一起有更好的体验，更好的生活品质跟享受，过很好的生活，就是对于另外一半很大方，你会觉得他花钱这样子会不会财务状况有问题？其实不会。为什么？因为他赚的远比他花出去的多，就是其他人花这样子的程度很可能很快啊就要吃土，很快啊就是这个存款就要见底，可是因为他的这个金钱是流动的，源源不绝的，所以他
的这个安全水位是很高的，不管他的这种花费状况是如何，他的这个金钱的水位，这种存款的数字其实都是很多的，他还是能够存得下钱。所以要么就是他消费是那种比较精明的，比较精打细算的，然后比较聪明的，不大会去被一些广告洗脑。另外一种就是因为他赚的远远超过他可以去享受的，他可以让自己过很好的生活品质，也能够去存下很多钱，有这样子的能量哦。好，接下来是愚者牌。愚者牌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啊，很可能有第一个就是你们在旅途中去遇到的你，在一次的旅途中去遇到这个人，或者是说你在生命中面临某一个转变、全新的开始的时候，你想要去改变你的生活圈，或是说你想要去变动的时候遇到这个人。那愚者这边呢，也有一个很忠诚、全心全意的奉献，就是他有一点不顾风险、很天真浪漫的情谊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对于他喜欢的人啊，他其实是会投入很多、爱得很深的，他会想要跟你去谱出一段很浪漫的恋情。他是一个浪漫的人哦，他是一个会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人。当然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很可能并不是那么在意一些生活的情趣跟情调，可是我觉得如果他有了一个爱人的话，他其实脑中会有很多的点子，要怎么样让我的爱人开心，我要去做哪一些事情，谈恋爱的一个情况，他是会有一些仪式感，他也会去想一些让两个人的连结可以更加紧密，或是做一些让对方有惊喜有开心的事情。那如果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过去啊，曾经在感情中经历过一次比较大的这种伤心，或是跌倒，被这种不好的人欺骗等等，我觉得这个人的愚者的能量，他也能够去治愈你。因为有些人，你们很可能就是因为遭受了这种感情上的一个打击，你很可能就把自己的心关起来，然后想说我要努力的搞钱，努力的赚钱拼事业，因为觉得钱拿在我手上会比较安心，然后感情就像浮云一样，好像都抓不住。那我觉得这个人啊，他的这种热情热忱，他其实可以去打动你。如果你犹豫说要不要去跨入这一段感情，如果你有一些害怕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会去慢慢的融化你的心，他会帮助你去从那些不好的回忆去走出来，你的心会打开，你会去接受对方给你的这种温暖还有温柔跟爱意，你会去接受对方成为你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陪伴。所以我觉得对方有一个疗愈的能量，他会带你去做一些让你能够打起精神的事，他会拉着你去做一些让你很开心的事情。所以不论你过去有什么样子的不好的经历，或者说你觉得你身上因为经历了什么条件不大好，就是对自己比较自卑的状况的话，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那个压力都会慢慢的被释放掉。相反的，对方会带给你一个比较轻松的感觉，就是你跟他在一起谈这场恋爱，其实你不用顾虑那么多，你不用顾虑说我过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可能我身上有一些负担，有一些累赘，因此我是不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好的感情，或者说我年纪怎么样了，我的经济状况如何，我家庭状况如何等等的，不用去担心这么多，就是好好的去跟他享受这一段恋情哦，他会慢慢的去融入你，去打动到你的心。过去你觉得不好不优秀的地方，你过去贬低自己的地方，我觉得你看哦，你跟这个人谈恋爱的时候非常的有自信，你们两个在做这个瑜伽跳这个舞，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张力非常有力量的。我觉得你会在这段感情获得一次重新新生的一个机会哦，只要你们愿意去相信这个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雷诺曼的牌卡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张牌是20号牌，送子鸟，好 ，Lady， 好，19号我们的高塔牌，你们出现送子鸟，有些朋友你们是不是想要
闪婚，就是想要赶快找到对象定下来，跟他一起进入婚姻关系，或是有些朋友你们正在期待可以怀孕生宝宝等等的。那有些人这个送子鸟，我觉得很可能是你或对方其中一方，本来就是有这个孩子的。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第二春的状况，可能你们这边是有带的孩子的，这里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好，那这几张牌啊，我感觉上，首先呢，你跟这个人在遇见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会是一个心情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是你转换了那个低潮的能量之后啊，你想要有新的开始之后，就是你心态想要走出来之后，你们就会遇见这个人。当你的能量调平好之后，你就会遇见这个人。那花园它代表一个和谐、美丽、放松的感觉，还有出外享乐。那很可能是你跟这个人呢，在一个什么样子的派对、演唱会，或者是餐厅，或是这种大自然的场合，有树的这种场合，可以看到植物的场合，第一次见面，或是你们两个去看电影，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会有很多玩乐的能量。同时啊，这个花园，这个花啊，它也代表了很整洁、很整齐，就是它是被修剪好的这种场所。所以感觉上，我觉得这个人他的生活环境是一个蛮精致的，然后很可能他有某一个社会地位，就是你遇到他的时候，他也许会带你去参加一些比较高档的一些这种餐会、酒会或是商会等等的，或是那种比较跟你现在圈层更上一层次的那种聚会吧。好，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算是一个喜欢出游、喜欢自然的人。少部分你们喜欢的这个人还可能是一个公众人物，或是他是一个非常有创意、非常有艺术，或者说他有很多的点子，他解决能力很强的这样子的人。然后他本身应该也是蛮有吸引力的，在一群人当中啊，很快就可以透过他的颜值，或者说透过他的说话去抓住人的眼球，很快就会成为某一个团体的中心跟焦点。好，接下来送子鸟。送子鸟这张牌刚刚有说过，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心中啊，其实在期待一个可以去稳定承诺的这种婚姻的关系，赶快遇到一个人，赶快结婚。那另外就是送子鸟，它还代表了一个重生更新的能量，生活上完全的改变。有可能你跟这个人是在不同的国家，还有这种需要去变动的，你遇到他之后，你可能要去改变变动，或是对方需要去改变变动，也有可能你们有一些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这种文化背景等等的。我看到的是你们遇到这个人会有一些转变，这些转变是好的，你们可能会因为这段感情也认识了一些新的人，进入到一个新的生活圈，或是有些朋友可能你或是对方的工作或是住的地方有转换，或是生命当中有一些新的人进来。送子鸟它有更新跟进步，还有翻新的一个意味。也许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你们两个会一起去更新、去翻新一个你们现在，或者说你住的地方，或是对方住的地方，因为要迎接你过来，也许家里会打扫，或是说也许有些装潢需要去变动。好，各方面都有升级的能量。那这边呢，我们还有爱心皇后。你看爱心皇后，爱心 Q 啊，它代表说你们遇到的人，他绝对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他很重视家庭，很重视感情，他跟你在一起是会彼此帮助、彼此成长的。同时，你们两个也有在一起之后，资产会不断的累积。那这个爱心皇后啊，也有可能你们迎来的是一个，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真的是因为跟这个人好像
结婚，就是跟这个人进入感情之后，很可能你们会移民到新的国家，有这样子的能量，然后是比你现在所在的这个环境更好，就是可能更加的先进，或是更加的便利。你会就是你去到一个比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更棒的、更往上的一个环境，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去转变。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看到女人跟高塔哦。那女人呢、这个女性啊，她这张牌哦，很特别的是黑桃王牌，所以你们拿到的牌都很厉害。这个女性她代表了第一步，代表了开始，就是说你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许她是有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是一个女生，是一个女性，或者是你们两个确实有那种闪婚或是怀孕很快怀孕的能量，因为这个女性她也有这种母性怀孕的能量在里面，然后再结合送子鸟，所以这一组牌有可能闪婚，或是有可能很快的去怀孕。那这个人呢，他本身是非常感性、非常温柔的，他不是那种只有因为前面有这个皇帝牌，它不是那种只有阳刚气息的这种事业狂或是这种女强人，她内心也有非常非常温柔的一面，用右脑啊感性直觉的一面也是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啊，他会为你的生活带来好的转变，往生活质感会提升，往比较优雅，往比较舒适的这个方向走。然后我们19号牌啊是高塔，高塔代表说，我觉得这个人很可能是握有权力的人，他可能在这种政府部门工作，其实是做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或者是说，他的工作是具有高度集中跟高度专业性的，别人要进去其实是很难的，或是他是在一个很有名的大企业，有可能是这个人本身非常有影响力，因为刚刚说过有些朋友你们遇到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工作人物，那公众人物，另外啊这个高塔它也跟这种执法者有关，像是这个法庭啊，或者是这种军事啊，有一种在上俯瞰的，有些朋友可能是这种航空业从高处俯瞰的一个能量，或是学者，或是这种律师，或是什么医院等等的。这个人的能量我觉得就是一个走太高的话会高处不胜寒，会比较孤僻，但是因为他前面有这个 Lady 这张牌，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不会是一个高高在上很孤僻的人，而是他在工作上可能高度集中很专业，可是他在私底下他会有各式各样的不同圈层的一个朋友，然后都能够处得很好。那在感情上绝对是一段认真投入的感情，它是一个很会给你一个很稳定，就是缓步向上的感情。那这几张牌啊，在这个外表上来预测一下这个人的外表，我觉得他可能偏向比较高瘦，或是能量上比较优雅，比较清爽的感觉，不会有太多的累赘，就是给人的感觉是明快的，然后爽朗的。觉得脸的话是精致的、好看的，精致好看这种小巧的。女生的话是小巧，男生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点书生的能量哦，或者是说他是这种健康型的，然后看起来就是很阳光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肉，就是身材是浓鲜合度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你跟他的一个相处的情形哦，还会有什么样子的故事呢？好，这个晚上的这个灯光哦，还有你们的这个房子 cookie， 还有什么？一个不经意的遇到的一个微笑。好，这几张牌给我的感觉是，其实他给你一个很强烈的归属感，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就知道
这个人跟我很契合，他能够看见我灵魂最真实的样子，我们能够互相的认定过，我非常的想要去爱他，然后我会非常想要成为他最后的归属。同样的，对方也非常的认定你，你们两个会一起出去玩，一起远行，但是最后你们两个会一起回家，你们两个一定会有共同生活的家，一起牵手，然后共同去面对人生中的高潮起伏。然后这个家它是一个比较豪华、比较精致，甚至有点像饭店的家，所以我觉得你跟他最后可能换到的是一个很大、很精致、很舒服的房子，甚至有些人哦，你们遇到这个很可能是金字塔顶端的人物，家里是会有这种很大的庭院，还有这个仆人，应该说还有佣人，或是有这种家庭的这个帮手。那你到这个家之后，或者说你跟他一起建立这个家之后啊，我觉得你就整个人会很放松。如果你过去很多时间、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漂泊的话，你遇到他之后啊，心里终于有安定下来的感觉，过去那些伤痕累累的伤痕都会被这个人的爱所抚平。然后这个人呢，他看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们已经睡着了，可是他还握着你的手，然后他有一种就是我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你的能量，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爱啊，其实它是有照顾的能量，你可以非常具体、非常明白的感受到这个人的一个行动力。他不光光只是嘴巴说，他在很多的细节当中都会让人感觉到他是非常非常的有诚意的，而且我觉得他会给人很这种温暖的能量。也许在晚上啊，你做噩梦的时候，他会去握住你的手，拍拍你的肩膀，说没事了。他即使在自己很忙，或者说工作很需要去专注的时候，他也不会完完全全的去忘记你，他还是会去定时啊抽点时间跟你讯息，或者是说了解你的状况。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不会觉得说你是伪单亲，或者说不会觉得你们结婚之后不会觉得你是婚内失恋，不会感觉到这个感情是一个好有名无实的感情。相反的，我觉得这段感情其实是很甜美的、很舒服的一个状况，很稳定的一个状况。你们在一起之后，不见得会有那种很偶像剧的波澜起伏的状况，可是这种安心啊、稳定、无忧无虑，想说什么就去说什么，然后丢掉一切包袱，做真实的自己的能量，确实是有的。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你们的能量状况绝对会慢慢的在提升，慢慢的在变好，而且会开始去计划很多新的事情，会开始去释放很多不好的能量。这张牌在吃一个很甜的饼干，然后身边有这个小天使跟小恶魔在你旁边。那看起来这个女生是已经要吃了，她已经咬了一口了，代表说其实你对于这段感情啊也是非常非常渴望的，你其实也等待她等待很久了。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常常都觉得你是陶醉的，你是沉迷的。你们在这一段感情中可以不断的往前走，可以不断的去往前进。它不是一个会让你好像谈恋爱之后虽然沉醉就什么都不做的那种状况。就是有的情况会变成因为你很喜欢这个人，然后就恋爱脑，我每天只要跟他在一起就好，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要做。而这段感情比较像是虽然很沉醉，但是呢我觉得因为这个人的存在，你更加坚定的去往你未来想要走的方向走，或者是说因为你想要去守护这一段感情，你们会变得很勇敢，很有力量，不断的为你自己的人生进行一些规划，进行一些筹划，然后很勇敢的去往前走，然后去完成你生命中一个新的任务，或者是说下一个阶段的达成。你们会变得很有自信，
那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在未来啊，我觉得你跟这个人感情结合之后，你们也不大会需要去担心钱，因为这张牌它也有一个自我享乐的能量，你们的感情提升之后，金钱能量也会有翻转，你对于自己啊这个自信心提升了，我觉得你自己对自己的信念有一个重新被塑造的过程，你开始看见你自己有多美好，多可爱，多棒，然后你会给自己一些赞赏、奖赏、补偿，或是说你会花一点时间来宠爱自己，然后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在金钱的能量更新之后，我觉得你们有钱去犒赏你自己，然后去买好的东西给自己，或者说你过去想要去学习，或者是想要去进修，如果因为金钱没有办法的话，这些问题也都被解决。在感情被满足之后，你们这边也有一个自我满足，很轻松、很快速的能量。好，接下来下一张牌16号牌，它是一个这种好像在路上跑步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奶奶，她就跟你微笑。这张牌有2个意思，第一个是我觉得你跟这个人遇到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非常巧合的状况，然后他就跟你点头微笑，你们就开始去展开了这次对话，可能是在网络上，很可能是一次很偶然的讯息的交换，然后2个人就开始交谈。那第2个是我觉得这个人本身福报蛮好的，然后有一种福泽会去庇佑到你的感觉，你在生命中的很多的地方其实会受到它的能量所影响，就是很多地方可以遇难成祥，可以去化险为夷，也许就是这种不经意的有一个人给你一个帮助，给你一个提示，你就可以去避开一个灾难灾祸，或者说你在某些地方就可以去跳脱那个关卡，过得更加顺利。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是在不知不觉中，就是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一个讯息，可是因为你没有去经历说，假设你没有得到这个讯息，没有得到这个资讯，或是这个人给你的指点之后，你很可能会不小心落入某一个陷阱。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因为他的福报很好，然后也影响到你，你会去得到很多其他人比较像是陌生人这种弱连结的一个帮助，很可能是这个人过去第一个他的工作可能帮助了不少人，好，他的工作很可能是受人尊敬的，或者是说他做了一些善事去影响到别人的人生生活，或者说他好好的去做他现在做的工作，其实是对这个世界有所提升的。那因此他的这些善最后会回报到你们的身上，所以会成为你很好的一个保护伞。不仅对方本身是一个很稳定的能量，我觉得他的这个福报也会成为你们很好的一个保护伞，会把一些负面的东西阻隔在你们的爱情之外。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2个的连结啊，是牢不可破的一个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对你的爱是非常非常的深的，任何的问题，任何的困难啊，其实都会可以被跨越的。好，这个人呢，他愿意去滋养你，他愿意去陪你去看遍人生各种不同的风景，甚至是去成全你的梦想，去陪你一起做梦，陪你一起去达成你想要去做的事情。那你跟他的爱其实是非常坚固的，非常牢不可破的。如果你需要空间，他会给你空间，然后如果你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他会陪你去看看这个世界。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是一个命运最好的安排。那他会用他最真诚的心去照顾你，你跟他的那个讯息啊，你们会有很多的这种互相的讯息交换，你从他的讯息中会感觉到他的温暖跟关爱。而且我觉得有一种你收到他的讯息的时候，你会心跳漏拍，就是很期待对方的这个讯息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对方也会很期待你的讯息，只要去点开或者看到对方传的文字、图像或声音等等，就会觉得说真的是很可爱，很想要赶快见面之类的。你们2个就是有非常多
甜蜜的这种爱情的能量，对方相信你是一个值得的人，所以他用这么多的爱来爱你。第二个是，其实你们在这段感情啊，其实不用去控制，或者说你不需要去想说我到底要去做什么才可以让这段爱情更加的成功。因为有些时候啊，就是当我们在感情中不顺的时候，我们是会去想很多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要去上课啊，然后去请教前辈说应该怎么做，然后看别人是怎么突破各种难题，比如说沟通上的难题啊、外遇啊，或者是说这种就是感情中冷淡的一个状况。那因为你们今天遇到的是一个对的人，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多的问题不存在你们当中。当然你们也是有需要沟通的部分，因为前面有这个权杖五嘛。可是我觉得很多像是在造成感情破碎的一些很大的问题都不存在于你们这一段连结中，比如说不忠啊，或者是说这种婆媳啊，或者是有什么家人介入的问题等等，都不会存在你跟他的感情当中。所以基本上就省时省力很多，基本上你们在往前走的过程中，其实你不大需要去烦恼很多的事情。要成为一个乐观的人哦。好，其实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创造、很有滋养力的人。同样的，这样宇宙在告诉你说，其实你一定要去成为一个乐观的人，因为你怎么想就会去影响到你吸引过来的那一个人。你可以去创造你自己的实相，所以你如果一直抱持着我不被爱，或是说我不会遇到好人，然后我就是条件很差，或是说怎么样的状况，或是觉得茫茫人海中只有我最孤单的话，其实很可能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眼中，你也没有办法去辨认出他来。有的时候宇宙把他送到你面前，可是第一个你要去认出他来，然后你要去牵起他的手。很多时候这个人他是一个好人，可是你刚开始去认识的时候，你不明白他有那么好，或是说你因为自己一些负面思想的笼罩，你就可能说这个人会不会跟我过去的那个人一样，因为他们有什么都是同一个星座，或是说有什么样子类似的特点等等，你就自己去脑补一些剧情，很可能就错过这个很好的人。或者是说明明一切都很好，但是因为你自己不够有自信，你会觉得说我跟这个人继续深入相处之后，他会不会发现我一些缺点，然后就对我冷淡，就是没有再对我那么好。你就是因为不够，很可能会因为不够自信等等的而去退缩，不去跟这个人继续连接，很可能就错过这一段感情哦。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乐观的一个状态，大家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这样子才有办法遇到这个人的时候，才有办法好好的连接在一起，对不对？好，他的行动会行动胜于言辞，行动胜于空口说白话。你们就是前面这张牌就说了嘛，其实你可以感受到他在很多的小细节上都是在意你的，比如说他会叮咛你早点休息啊，一些健康状况等等的。他不见得是一个会天花乱坠或者是说会空口说白话的人，相反我觉得他的这个承诺跟爱意是很真实的。这个人也会说甜蜜的话，也会说很好听，就是很软很温柔撒娇的话等等，但是我觉得他不是那一种会去承诺他做不到的事情，不是那种会把自己形容的很夸张的好，或是不会空口说白话，就是有些人是讲你想听什么，我就是尽情的说给你听，反正只要你开心就好，我能不能够做到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觉得这个人第一个他有甜蜜的那个部分，而他也确实的有把他讲的话放在心上，他会去做到。那他一旦喜欢一个人，就会对对方很好，那对方的这些举动我觉得其实可以完完全全的征服你的心，就好像
把你的心捏在手上，因为从来没有人对你那么好，而他对你那么好之后，其实你就很容易就沦陷了。不过这个沦陷是好的沦陷，因为这是一份天长地久的感情。你们的感情当中啊，我觉得有非常多创造力的部分，就是你们会一起去经营一个属于你跟他的一个生活模式，这个是你跟过去其他人连接所没有的，或是你们会有一些新的作为、新的想法，或是彼此培养新的兴趣。那我觉得这个人本身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生活其实不会无聊，或者说他不是那种比较死板、死脑筋、不好沟通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你跟他沟通，他愿意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好，接下来你需要去如果这个人啊，他给你的爱，第一个就是你要去感恩感谢，你要去看见，这样子对方会爱你更多。他本来就爱你很多，可是如果你在其他方面小事情上去体贴他，比如说他工作太忙的时候不要去抱怨，或者是说他买了一个礼物，煮了一个饭，或者是说帮你做了什么的时候呢，安排了一个很好的行程，或是特地跑过来见你，你给他一些温暖，然后表示对他的尊重跟感谢，我觉得这个会更加赢得对方的心。所以这张牌有点像是一个提醒你要去尊重对方，你要去看见对方的一个付出，这段感情啊，其实就真的是一个互相滋养的一个爱。好，以上啊就是有关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对应到大家的能量哦。我是蜜雅，我的 B 站跟 YouTube 的名称都是蜜雅塔罗，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2024年属于你们的脱单讯息，我们来帮大家对应一下2024年你们最重要的一朵桃花，它会是什么模样呢？首先呢，来连接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状态哦。好，第一张牌是宝剑9、女祭司、Sober、宝剑4哦。好，首先呢，我感觉到这一组的能量哦，你们好像第一个就是有些朋友在这一组，你们可能单身很久，有人就是母胎单身，一直都没有谈过恋爱，或者是说有过暧昧，但是都无疾而终。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内心好像有一个苦闷，有一个疑惑，就想说是不是老天爷把我忘记了？是不是说我的感情都不会，就是会不会我没有办法遇到对的人？我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脱单呢？你们心里可能对感情是有一点点焦急，有一点点不确定应该怎么办，怎样才可以遇到适合的对象？究竟怎么样才能够去进入到爱情的状态中？有些朋友内心是有这样子比较苦闷或是焦虑的一个情绪在的。那另外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你们心中还有一个能量，这个能量好像是因为失去了某个人或者是某件事情，你内心对于这个逝去的人事物是有一点点后悔，然后可能过去有一阵子你会为了这件事情常常做噩梦，或者说想到这个人这件事情你就没有办法去睡觉，有很多个不能成眠的一个夜晚，这很可能是你们过去的一个能量状态。那还有一些朋友我感应到的事情是你没有办法从某一个状态脱身，比如说你现在有一段感情，可是你认为这个感情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因为一些原因你没有办法离开，没有办法脱身，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可能你跟这个人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绑在一起，或者说你们经济上是混在一起，有可能或者是有可能你们已经有家庭有小孩，以至于你明明不喜欢，明明觉得说有一天要走，但是又没有办法下定决心要走，所以这是我看到的几种情况。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好像灵性修为蛮高的，很多时候你会默默的去观察说人家的一些微表情，或者说也许你在咖啡厅啊，你就会去很自然的去
观察一些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在讲什么等等的，然后你们的观察力还蛮敏锐的，有的时候你们会把自己保护得很好，比如说好像你们会隔着一层这种透明的玻璃在看待世界，表面上大家都可以跟你连接，可是要说谁能够真正走入你的内心，其实很难很难的。我觉得你们的内心会放在一个比较高处的地方，要真的能够进来的人，他是需要经过层层筛选，他是需要有很多通关的密码才能够得到你们的心。那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有蛮多是对于灵性啊、身心灵是感兴趣的，还有一些朋友你们蛮早熟的，可能很小的时候你们就那个心智成熟度就超越同年龄的小孩。那在感情上我觉得你们期待爱情，但一方面又是蛮清醒的。你过去可能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恋爱脑，你心里我觉得有一点点矛盾，就是你们心里也是会去期待会不会有这么一个很浪漫的命中注定唯一的让你奋不顾身的一段感情，但是有的时候你的理智又告诉你说不会有，那个只是小说啊、偶像剧啊，然后真正的就是感情走下去的时候，一开始那些浪漫啊都会消失，就是你们内心会有两种声音，一方面是你真的很需要爱，很需要被这个天使来拥抱你们，告诉你说对，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浪漫的命中注定的满满都是你的爱情，但你一方面你的心里又有一点点太过理智，太过清醒，又不大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你们内心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矛盾存在。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一张牌，这张牌是宝剑4，可是它上面画的是什么？它上面画的是一个快乐王子。快乐王子的故事大家知道吗？这个快乐王子啊，他看待人世间，他其实是有一颗很悲悯的心他看到穷苦的人，他就拜托小燕子去送他身上的一些宝石啊，还有金箔等等的，他想要去照顾别人，他想要去让那些穷苦的、贫困的、不开心的人都获得开心，都获得幸福。我觉得你们其实有这种悲天悯人的心肠在。可是这一张牌我也看到了，这个快乐王子啊，他不断的在奉献，但是他最后还是不快乐，甚至到他把身上所有价值的东西都奉献完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最普通的雕像，没有装饰，没有宝石，没有金箔。镇上的人呢，反而就把它弃如敝屣，就把他的这座雕像给拉下来。没有人想到他曾经默默的对人行善，默默的付出。所以我感觉到这里宇宙对你们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心疼。你们付出了这么多，分给需要的人，你们的能量，你们珍贵的东西，可是当有一天你们能量渐渐好像减少了，或者说你们那些繁华不在，你们最美丽的东西都给出去的时候呢，反而得到帮助的人不懂得珍惜。你们的心非常的高贵，因为这个故事啊，最后天神啊就去请天使去到达这个小镇这个城市，然后他想要请天使去在这个城市中找两个最珍贵的东西，把它带回来。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快乐王子的心，还有这个帮助他分送快乐、分送这些宝石的这个小燕子，帮助他奔走的这个小燕子，这是最珍贵的心。所以大家知道吗？宇宙心疼你们，宇宙看见你们付出了很多，可是有一个没有，你自己没有被好好照顾，没有被好好关爱，以及没有被好好疼惜的感觉。最后的最后啊，其实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们的心是最珍贵的，你们即将迎来的这个人，他会去正视你，他会去心疼你的好像过往经历还有遭遇的这些事情。
这个小燕子啊，她是快乐王子最忠诚的伙伴，她最后给快乐王子深深的一个吻，让他牵坐的心脏爆裂开来，让他感受到真实的温暖跟快乐。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接下来我觉得你们要遇到这个对象，他是能够深深的打动你的心，深深的进入到你的心。不论你过去经历了什么样子的孤单痛苦，或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不断的奋力的挣扎，奋力的求勇，奋力的徘徊，我觉得一切在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啊，你都会去明白，都会去释怀。有的时候你们可以去释怀过去别人给你的伤害，或者说不公平的对待，会是因为你接下来会过得很好，你接下来会有很多的爱，你接下来会很幸福，并且过去那些遭遇已经不大会去影响你，你也不大会去跟他们生气，或者是说觉得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因为你站在专注，你接下来会专注在你快乐的生活，你未来的生活上，所以过去那些付出很多，别人从你身上拿走很多，那些不平衡的情绪就停留在过去了。这是宇宙给第二组的一个讯息跟连结的能量。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样子的关于这个人哦，还有什么样子的消息呢？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关于这个人的一个消息哦。好，我们的27号牌哦 ，Deep Knowing， 还有观察者。好，首先你们这段感情啊是 blessed， 它是受到祝福的，而且这边有很多星星跟彩虹的能量。过去啊，如果你们好生活中是比较这种灰灰的阴暗的能量啊，我觉得即将要一扫而空，或是说现在就已经在过渡期了。你们接下来这段感情会谈得很甜，谈得很深，而且它是受到祝福的。你们不用担心说会有很多的阻碍，我觉得大致上这段感情的进展都是顺利的，不会有什么第三方或是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让你去烦恼。然后这个人哦，他是一个观察者哦，他在观察什么？我觉得他其实遇到你的时候，他是很想要快速的跟你连接，快速的进入到你的生命，但是他会先提醒自己说，他想要先去多多的了解你，他想要去多多的去看你过去的生活，看你现在的生活，以及理解你现在在想什么。他必须要对你有一个很深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会在跟你对话的过程中去好像观察，以及从你的对话过程中去理解你过去的成长经验、感情经验，以及你现在对于感情的期待，对于另外一半的要求、想法以及需要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一开始他会把他的感情压抑下来，他会用一个细火慢炖的方式来接近你。他还有那种收集你资讯的能量，也许你们有社群媒体的话，这个人会去看你过去的一些历史，或是如果你们有共同朋友的话，他可能会想要去透过共同朋友了解一下你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这个人也是一个在讲话上会比较聪明的人，他不会在好像言语上去冒犯你，然后他也知道怎么样在跟你交换讯息的时候去获得他需要的资讯。就是除了闲聊的这种过程中啊，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提出一些问题来问你，然后又是一些不着痕迹的这种问题，让你慢慢的卸下心防，让你跟他越讲越多。然后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他的能量是一个蛮聪明的人。你看这边有一只猫头鹰，代表的是智慧，然后他在这个月亮上，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基本上呢是一个很优秀，然后也是很有远见的人。他的思考是比较敏锐的，他的思考是我觉得能够去提出那种一针见血的看法。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反而摸不清楚他在想什么，他可以很轻易的去掌握你的思想，可是你不见得能够很清楚的去了解他在说什么。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人对于人性是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当然你们也是，可是我觉得就程度上来讲，
这个人他好像更能够去掌握你的心，更知道要去说什么，让你去卸下心防，让你去对他有好感。我觉得在两个人的这个相处的时候，他是下过功夫的。那这个人因为他的能量很优秀，其实我会感觉到有一点众星拱月，就是其实他身边不缺桃花，不缺对象的，只是呢他在感情上，他也不是说随便来都可以，而是他就是很可能你遇到他的时候会很惊讶说，他的条件很好，他应该很受欢迎，应该很有女人缘或男人缘，但为什么会是单身？其中会不会有诈？会不会是一个诈骗骗局呢？或者是说就是你觉得看到他就觉得他怎么会是单身，或者说他怎么感情的经验那么少，会不会是他其实很难搞，或者是说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这种秘密之类的。也许你们会因为这个人的条件很优秀，然后在感情上又没有这么的好像爱玩，或者是说这么就是有很多这种很多的感情经验，然后觉得很惊讶而有防备。其实这个人是对于他自己的心是比较保守的，对，很多人喜欢他，我觉得他也是有蛮多那种暧昧的这种情缘，认识啊，约会啊，可是要说真正的成为他身边的那个人呢，我觉得他也是想比较多，不是这么容易的。而且我看到有些人是可能他去追求，或者是别人来追求他，两个人相处的不错，聊得不错，可是最后就差了一点点关键，没有办法去进入到感情的状态，所以这个人可能就是条件很优秀，外形很好，也蛮吸引人的，但是对于他自己的心，他也是蛮保守、蛮守候的。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宝剑8，还有我们的金币6，圣杯2，宝剑7哦。它有，你看啊，它有蛮多宝剑的能量，你们这边也有，还有什么？还有权杖，他确实是一个我觉得很聪明，也是有行动力的人哦。没有权杖女王跟权杖皇后哦，还有什么？又是好宝剑女王，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啊，真的是思考反应很敏锐的人。然后呢，他就是不爱则已，一鸣惊人。就是他如果没有要去爱一个人的话，他就是可以表现得很冷淡。可是他一旦爱上一个人呢，我觉得他就是会很奉献、很付出的。那在这个人的外在跟表达上，我觉得他是一个蛮突出、蛮外显的人。比如说他也许是非常非常会说话的，或者说他的外形打扮是比较亮丽的，或者他就是非常的好看，在一群人当中很显眼。那这个人，我觉得他有一个看这个权杖女神，他有一个就是他想要低调，但是又没办法低调起来。因为你看他权杖的这个女神，她穿的这么养眼，这么惹火，但是她的表情又有一点点高冷，所以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他用的很多东西，或者说穿的很多东西，或者他做事的方式是高调的，可是他本身没有这么样想要去炫耀自己，或者是说想要去吹嘘自己。可是别人一看到他就觉得，这个人是无法忽视、不可忽视的一个存在。还有你们两个啊，这边呢有这个宝剑8的能量，代表说，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一开始相处的时候，刚刚说过你们这段感情受到祝福，所以其实你们不但会有一些外界，我觉得有那种外力能量的介入来阻碍你，反而是你们自己在内在在相处的时候很可能这个人因为刚刚说过他有一点玻璃心，他很可能会认为说自己没有办法去赢得你的心，或者是说他也因为把自己的心保守太久了，要进入到一段感情当中，他是有一点点不熟悉的，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开启
这一段感情怎么样子跟你连结哦。有的时候他的想法会去束缚着他，他想要跟你靠近，可是又有一点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不知道要去用什么样最好的方式跟你做连结。好，他其实只有对你才会这样，对于其他人，我觉得他仍然是那个很聪明、沟通很顺畅的，可是对于在面对你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会非常的有自信，觉得自己是有办法去引导这段感情，可是有的时候他又会退缩，有时候他又会好像泄气的皮球一样，所以你跟他在互动的时候就觉得，也许这个人有的时候对你很热情，那有的时候为什么又稍微后退了呢？这是他内心其实有2个能量在拉扯，但是不代表说他是要对你玩玩而是他有的时候思想会自己把自己困住了，所以表现在外可能会让你觉得他忽冷忽热，也许你们在感情的进展当中有一方会比较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个是前期可能出现的一个状况，提醒大家一下。那接下来这张牌好可爱，就是金币六。金币六这双手，你就想着他的双手把你捧着，然后你们好像非常优雅、非常开心的在他的保护、在他的爱欲下。第一个这个解读的能量就是这个人会很疼你，会很照顾你哦。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天之骄子、天之骄女的感觉耶。他其实受到宇宙的爱戴跟宇宙的保护。好，要么就是这个人好像各方面都蛮顺利的，读书很顺利，然后可能成长的背景也还不错，顺顺利利的，没有遭遇什么大挫折。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因为他本身的这个特性使他可以对于人生的各个挑战都一一的突破，可能他很聪明，也许面对困境的时候他自己会想出什么样子解决的方法，所以他能够一层一层的往阶梯上，往这个人生的顶峰去攀爬。那我会觉得这个人他有一颗柔软的心，他有一颗亲切的心，他给出去的东西都会获得礼物，获得馈赠，回报到他身上。他是一个内心有余裕的人，因此很可能这个人会去思考一些帮助人的事情或者是想要去跟其他人分享他的就是他得到的一些好东西。那如果你们是他感情中的这个另外一半，如果你选择跟这个人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你绝对可以受到这个人的照顾跟分享。他很可能就是看到有什么好东西就帮你买一份，然后也帮你的家人买一份，就是他觉得你需要这个，或者你跟他有提过，他就会记在心上，然后把这些就是把你跟他说的这些事情都记下来，帮你去完成，或是买你想要的东西给你。我觉得他有一点这种慷慨的能量，因为他本身真的也不缺乏。好，我们这边还有什么圣杯2，还有这个宝剑7。好，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两个会很有话聊，很兴奋。那突破了前期那个就是有一点捉摸不定彼此心意，然后有一点对峙，然后有一点前前后后的能量之后，其实你们就可以交流的非常非常的顺畅。你可能会感觉到这个人对你他真的是有很多的热情，但是你们一定要先能够去突破前期的这个状态，因为这个人前期真的是想比较多，他可能怕有很多的责任没办法担，或者是说他怕一些推进的太快，在感情中如果他进展的太快，你们会害怕，你们会后退，或者说他会去想一些事情，想说
他的一些状况，因为也许你们两个在不同的城市，他可能会想说，如果在一起之后需要你们调动过来，或是他调动过去之类的，能不能彼此协调好？好，突破了这些前期的磨合之后，我觉得你们就会越来越顺利。你会感觉到这是一个翻新的能量，这个能量会越来越稳定下来。你们两个都会去奉献出彼此心中的那个情谊，就像圣杯，就像水一样。然后宝剑七啊，这个人他会用一个非常创意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爱，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人跟其他人都不一样，这个人他有他独特的魅力所在。这个人他的出场就是不一样，他能够用一个很别致、很独特、很特别的方式来获取你的目光。也许他也不用做什么，光是他在那边，他的一举一动，他的存在就可以去占有你心里很大的地位了。这个人感觉上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也许就想说你们就想象说，比如说在爬山的时候，大家都走那一条很多人走的路，它很像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可是走下去之后，你会看到别人没有看过的秘境，很特别、很美丽的一个风景，只有你能够看见。我觉得你跟他连接的这段感情就是非常的特别，非常的独一无二。那这种感情啊，其实这个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驾驭得了，要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也需要一些勇气。好，因为他真的看起来会条件很好，然后看起来又有一点不是这么好的，就是完完全全的掌握。但是我觉得你们确实是可以去驯服他的。你看他的心在为你燃烧，而且他一边燃烧的时候，一边又想说，我究竟要把自己烧到什么样子的温度，不会去伤害你，也不会去伤害他自己。所以这个爱情的付出啊，还是需要调控，也不能说一股脑就全部的去爱，因为也许别人会觉得是一个负担，所以我觉得他也在调控他对你们爱情的一个温度。然后这个人他很有魅力，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心跳加速，很兴奋。很可能啊，他的这个表现方式会让你有一点点戒心怀疑，可能就是好到不可置信。有些朋友你们真的是在感情中因为受伤比较重，所以会想比较多，就想说这样子好到不可置信的人出现在我的眼前是真的吗？这样子好像各方面条件很好的人，然后对我献殷勤，或是说给我这么好的回应是真的吗？你们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可是这个人会用他的我觉得他会用他持续的跟你的连结，跟你的通讯来证明说，他其实就是认定你了，而且他看待你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样子，他觉得你是非常有价值的，他希望可以跟你携手共度一生。然后他其实也是我觉得他是经过理性思考的。为什么他选择你？因为他前期有说过，他有去了解你，然后甚至去调查你，去看你的社群媒体等等。他相信你们是一个值得让他奉献的人，他知道你们不是那一种不知感恩的人，你们不是那一种就是为了利益跟他结合的人。因为这个人他可能身上有很多别人觊觎的东西，也许是金钱，也许是美貌，也许是什么地位等等的。很多人接近他是为了其他的因素，不是为了爱他，而是跟他在一起之后可能会赢得别人羡慕的眼光，或是过得更加的顺畅，或是说可以得到一些服务等等的。好，这个人其实也是会去看，他知道你们不是那一种就是为了利益跟他结合的人，他知道你们会愿意用真心去爱他。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人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他会付出很大的包容，很大的妥协跟很大的让步在你身上。
他会去跟你协调一些生活相处的一些细节，然后在两个人未来的规划上也是有商有量，也可以去讨论的。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终于愿意去付出他的真心了，因为他也是一个谨慎想很多的人，所以他知道他今天把他的心交出去之后他其实也要怎么说，也要去承担有一天可能会被伤害，所以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难的决定。看到这边有一只猫头鹰，然后前面也有一只猫头鹰，他根本就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你们今天要一个这么理性的人去把他的真心交给你，是很不容易的，可是你们做到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看到你的本质，他看到你的初心，他知道你们不会伤害他，就算好他自己把刀放在你手上，你也不会拿这个刀去伤害他。他知道你们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他，他知道你们是那一种可以去走到最后的，不会因为一些状况，不会因为他哪一天如果他运气不好或是什么样子比较穷困潦倒就背离他，所以他真的去选择开放他自己，这个是有智慧的选择，不单单只是因为我爱你，我有心动的感觉，所以我就是要跟你谈这场恋爱。我觉得这个人是理智的，这个人是清醒的，所以他在这个理智清醒过后呢，他思考过后，他就是选择你，或者是说你是那个可以让他付出真心的人。那同时我也感觉到，就是如果你跟对方有冲突，或是说如果你们在相处上有一些不舒服的小矛盾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会选择在第一时间去花时间处理或是排除这个困难的状况，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些问题不处理，就很像是这种小小的毛病，虽然一开始没什么，但是最后可能会越积越多，会令人很心烦，然后会让两个人的关系一点一滴的被耗损，一点一滴的磨损。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是如果有问题，他会想要提出来去解决，他不会不愿意处理，也不会去摆烂，而是他会在一开始就希望前期的时候能够解决就解决，而不会让那个疙瘩变得越来越大，到最后处理起来非常的棘手，需要花很多力气去沟通去挽回，到时候可能就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在处理事情跟你相处的时候，他也是会看到问题，就是直面去面对，直面跟你讨论，甚至有一些可能是双方最难以启齿的部分，我觉得他也会试着想办法去跟你沟通，而不是有所隐瞒。当然他也希望你不要去隐瞒他什么。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到雷诺曼的部分我们的第一张牌是狗狗牌。狗狗牌是什么呢？狗狗牌代表的就是一个忠诚。狗从古至今都是人们最好的朋友，所以这个人第一个他对你很忠诚，第二个他愿意用心去守护你。你看这只狗狗在闻着一只旧鞋子，你看即使是你们这个破破烂烂的旧鞋它也是很用心的在守候，不要被别人抢走，不要被别人拿走。只要是你的东西，或者说只要是跟你有关的你珍惜的事物，它都会尽力的去守候，不希望你被侵犯，不希望你被占便宜。而且这个人他很可能会在关键的时候提供你一些建议，或者是说他是在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可以去跟他咨询，愿意在你旁边陪伴的。那边有陪伴者、保护者，跟如果你需要就是有人在你身边，在你困难的时候他是会在的。你们有一种可以成为恋人，然后也有那种友谊的味道，所以他是一个可靠的人。还有一种使命必达的感觉，就是狗狗很忠心，狗狗很忠诚，然后也有一点小奶狗的能量，很可爱。它很可爱，有的时候会跟你撒娇，而且使命必达，就是你教他做的事情，或者说你跟他协商的事情，你讨论的事情，他其实是非常的有放在心上的。你们这段爱情它也是有建立在友谊的关系上，你们是可以互相的协助跟互相的信任的。接下来看到的是什么？星星牌。星星牌代表的是一个梦想，代表的是一个
指引，代表的是你们两个好像最终追寻的那个光芒，许多的信心，许多的希望，许多的美丽的事物在扩散。那星星牌出现在这边也有说，你跟这个人的认识可能是透过网络认识的，或者是说你们认识的时候，你本身是在做可能能量的转换跟能量的净化，在处理完一些身心灵的议题的时候，你就遇到了这个人。那在方位上有一个北方的这个意象，所以有可能这个人他的居住地，或者是说他的这种现在不见得是常住地，有可能是他现在工作的地方是在相对于你的一个北方。好，那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啊，我觉得有一种受人注目的能量哦，也许就是别人口中的这个郎才女貌，或者是说天造地设的一对，只羡鸳鸯不羡仙，有可能你们就会成为别人眼中那个非常励志，或者说非常让人羡慕的一个故事，一个范本等等的。然后你跟他也会有对于未来的一个计划，并且按部就班朝着未来的计划前进。你们会有那一种前期会有很多浪漫的约会，然后在约会当中啊，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会一起去谈论说，假设我们结婚的话，会想要住什么样子的房子，或者说要不要小孩，然后要几个小孩，或是说有可能比较偏好是比较安静的乡村，或是说比较热闹的城市等等，你们都会去讨论，或者说你们想要一起去旅游、环游世界等等的。在讨论这些梦想计划的时候，就看到你们的眼睛好像闪烁着光芒，闪烁着星星，闪烁着期待一样。好，那这个人呢，他的能量整个结合起来，就是刚刚说过的聪明嘛、智慧啊，还有在这边呢加上这个性，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多用左脑啊、逻辑去分析、去组织事物的一个人哦，所以他是一个蛮有逻辑性的人哦。跟他讲话要去糊弄他，其实不大容易。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下面的一个讯息哦。宇宙说你可能会被他可能会给你一个礼物或一个讯息，或者做什么样的事情很感动你，就觉得哇，我真的是喜极而泣，感动到哭，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然后你们当中会有那个很特别的一个时刻哦，也许是你对他做了什么样子的策划求婚，或是你送他礼物，或是你给他很精心的一个布置，或者是说对方跟你求婚，对方带你去一个什么样子很浪漫的场合，会有那种就是我一辈子想起来都不会忘，令我很感动的精心的时刻在你们当中。好，不要让一些这种罪恶感啊，然后去影响到你们幸福的发生。这个是说什么呢？我觉得有些朋友你可能是在一段关系中不知道要走要留，有可能你会觉得你现在离开了这段关系，会不会内心有罪恶感？其实就想要告诉你说，有的时候你不爱一个人，或者说你觉得跟这个人没有未来，你反而离开他，对他才是好的。对方有机会去寻找他的幸福，你也有机会去寻找他的幸福。或者是说这个罪恶感，我觉得有点像是你对你自己不是很自信，可能你过去在感情中莫名其妙被断联，莫名其妙分手，然后你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你对于自己就是有一个想说自己会不会做的不够好，内疚啊，以至于在接下来进入感情的时候，你会把这样子的不自信带入到感情中，或者是说因为原生家庭啊，常常去给你贴标签，或者是说灌输一些你觉得你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想法，宇宙要让你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抛掉，因为你在对方眼中就是一个很特别、很值得、高价值、值得被爱的人。好，爱其实可以克服一切，对，我们可以用你们的这个爱的连结去感动天地，感动所有人，而且可以去克服所有在你们身边好发生的一些事情哦。接下来是你们的这段感情啊，有的时候你真的不需要太多控制，你就让这种感情自然而然的发生。
自然而然的去展开。因为刚刚说过前期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谨慎，你在观察对方，对方也在观察你，或者说对方在确认说是不是你之前，他也有一些探索的能量、思考的能量，要去多多的了解你。有的时候你们不用太说我一定要去抓着进度紧盯进度，说如果我跟这个人3个月没有达到什么样子的阶段，我就要放弃，我就要再找下一个，因为我时间有限，怎么样的之类的。宇宙说就是让这一段感情自然的流动，自然的展开，自然的发生。好，当你跟这个人连接的时候啊，你们已经不是过去同样的自己了，你们会这段感情也会让你感觉到自己有所不同，而且我觉得你人生的某一些走向方向也会因为这段感情的出现有所不同。很可能因为这个人你们要出国，或者说很可能因为这个人你们会要换工作，或是很可能因为这个人你在接下来的人生计划，本来想说就是单身，现在因为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就想说我想要结婚，我想要定下来，然后之后思考的事情就跟你原先一个人的时候都完全不一样了。对，好，这是一段真爱，它是一个可以持久的真爱，所以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绝对是可以，我觉得只要你想的话，它其实是一辈子可以白头偕老的恋情。你们也会有双生火焰的能量，就是这个人他是你的镜像的灵魂，所以你有的时候会因为这个人跟他相处的时候去看见自己的好跟不好。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喜欢他是因为他身上有你所缺乏的部分，很可能他口才很好，很亮眼，然后你很喜欢他，事实上是你身上也有这些特质，只是你隐藏起来没有被发现。所以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呢，其实你可以去发现说自己的光明面跟阴暗面，或者说有的时候对方身上有一些东西让你不舒服，是不是其实你内心也是有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子的欲望，只是你把它隐藏起来呢？所以我觉得你们双生火焰有的时候这段感情会稍稍，我觉得前期有一点点追跟逃的一个过程。好，这个就是你们要相信这个感情的连接跟这个整个过程哦，它会在怎么说，在恰好的时间发生对的事情啊。你们不用担心宇宙把不好的人送到你们的身边，人是对的，然后进展的时间前期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有一段好像齿轮对齿轮，它需要去扣合，去找到最舒服的这个方向，经历了一些可能沟通，可能一个人比较封闭，一个人比较前进，然后或者是说反转的能量，你们要相信这个过程，这个连结啊，是一个我觉得它是命中注定的，也是宇宙神圣时刻的一个安排，所以大家要相信宇宙，相信对方，也要相信你的内心。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对应到大家的能量哦。我是蜜雅，我的 YouTube 跟 B 站的名称都是蜜雅塔罗，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的脱单运势。在今年呢，你们会遇到的最重要的一朵桃花，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来看一下它的具体细节好吗？好，首先呢，我们一样来对应一下第3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哦，连接一下第3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好，来看一下哦。首先呢，我们从牌卡中第一个感应到的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哦，你们好像想要被听见，想要被看见，就是你希望你说出来的话是有人听的，有人重视的，有人尊重的。以及有些朋友，我看见你们现在好像在努力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可能你在工作上的一个，你在工作上怎么说？你在工作上的一个努力，你在学习上的一个努力，可能寒窗苦读，你在准备一个什么样子的考试？你们希望透过这一番努力，未来啊，可以一举成名天下知，就是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你们知道你们先前啊，投入的这些辛苦是为了未来一个更大的目标的达成跟成就，所以我觉得这组朋友可能你们现在正在准备一些事情，这个准备跟你未来你希望被看见、被听见，以及获得也就是
某一个职位、某一个成就、达到某一个状况有关。那有些朋友我看见走在人生这条路上，过去到现在，你们去承担了一些风险。这个有些风险是你知道它本来就是会有一些风险，可是因为你觉得你想要走这条路，这个是你的兴趣，然后你想要做这个选择，你愿意去承担。那另外我看见有一些风险是来自于其他人丢在你身上，就是你们生命中可能常常会有一些状况是突如其来的一个改变，没有想到，没有考虑到，或者是说这个是别人影响你的，你被牵连，你被拖累，或者是说别人做了什么事情，你需要去收尾，至于你牺牲了自己的能量、时间、金钱等等。所以我觉得扛在你们身上的包含了你自己想要去做一些事情，愿意去承担，比如说你要转换领域，或者说你想要学习一个新的知识、新的技能，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你决定要跟某一个人步入婚姻关系，你决定要跟某一个人展开恋情，这个也代表了承担某一个程度的风险，因为你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人会不会跟你长长久久，他会不会对你忠诚，对不对？有一些未知数，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好，但是以后会如何？因为人都有可能会改变，环境也有可能会改变，环境的改变也有可能造成人的改变，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些风险意识你是有意识到的。所以你们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感情上也算是聪明的，可能是因为吃过亏，所以学到了一些技巧来去避免一些看起来就是很不 OK 的人。所以在感情的第一关，你们其实自己就会去筛选。当然如果说这个人看起来有一些风险，有一些漂泊不定，但是如果你们还是要选择他，我相信是因为你心中真的是有这个热情所在，你因为你衡量过后觉得好，没有关系，就算我痛过伤，就算我选了这个人最后失败了，我受伤了，也是我的选择。就是你忠诚的对你的选择负责，然后也衷心的去爱你所选的这个选项，这个结果。那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也算是勇敢的去承担风险，勇敢的去做你想要做的选择，因为你们不会停下来不动，相反的，我觉得你们是在往前走的过程中，你们也很努力的去处理人生中遇到的各种变化。好，接下来我感觉到有些朋友你心中其实是有一个，第一个就是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是你藏在心中没有办法跟人家说的。可能第一个是有可能你们是那种别人的树洞，就是别人会跟你讲很多秘密，很多的心事，然后你又不能大嘴巴的把它讲出去，因此你在心里其实埋藏着很多人告诉你的一些话。那第二个，我感觉到有些朋友你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有看到别人一些不法的情事，或是不是这么道德的情事，可是迫于当前的那个状况，你没有办法被揭发，你只好好像把它当作是秘密一样，就是隐藏在心里不去说，因为可能你当下揭发了会让你失去工作，或是说当下你去讲说，也许也没有到违法这么严重，可是你当下去讲了这个不好的事情，很可能就会破坏关系。所以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确实有一个好像秘密隐藏在心中，是没有办法去跟人家讲的。那另外一个，我在这张牌还有感觉到有一个疗愈的能量，就是我觉得你们很可能很有疗愈的诀窍、疗愈的天分，或者是说你们本身有一些特质跟特长是别人不知道的。比如说你看起来很文静，人家以为你可能就是只爱读书，只爱做静态的这种活动，没想到你很喜欢冲浪，或者说你很喜欢上山下海。所以我觉得你们好像有那种不为人知的一面，就是别人第一印象看到你的时候不明白说原来你这方面是这么的有兴趣，或者说你原来有这方面的性格的，你们很可能会有那种隐藏的一些这种性格或是爱好，是别人没有办法一眼就看清楚想明白的。好，所以我觉得你们也是一个就像一本书一样，值得别人去探索。那这张牌我感应到的是这组的朋友其实你们会欣赏生命中很多小小的美好，比如说
一草一木，或是生命中一些别人给你的小小善意，我觉得你们会放在心里，会感激，会珍惜。特别是在你们这种心情比较平静下来、比较闲暇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更加能够去看待这个世界的美好。可是也有些朋友，你们是可能工作太累、学习太累，或者你需要去照顾很多的人，你需要去在夹缝中求生存，以至于我觉得你们好像一直在找一个可以让你休息，可以让你停止一下，可以让你喘口气的时间。也许有些朋友你们是做需要轮班，或是有一些日夜颠倒的工作，或者是说你常常就生命中有一些突如其来的状况，你需要去解决，需要去应付等等，或者有些朋友你们在长时间的准备考试，或者说准备一个什么样子的策划等等的，以至于让你精神比较紧绷，感觉上你们确实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好，以上就是我们对应到的第三组朋友你们的能量。那如果你觉得大致上有符合其中的大概两到三个点的话，就请你们继续听下去。我们接下来要来帮大家揭晓一下这个人好你们的重要桃花讯息。好，来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哦。第一张是这个金币的女神，哇，月亮牌，圣杯8，权杖4，恶魔牌跟这个主教牌哦。好，我们来用这几张牌对应一下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能量哦。好，首先呢，我觉得他的土象能量蛮重的。我们第一张牌就是金币的女神哦，哇，它是一个双重土元素的能量，他的专注力，第一个这个人的专注力很强，而且他的专注力不是那种只有向内的，相反的，我觉得他更多的时候是跟社会脉络、人情连接在一起。因为有的人他的专注力很强，但是他是好像比较自省自修，就是有点像女祭司这样，他更加关照内在的一些活动。但是这个人哦，他这边有这个主教，然后以及这个金币国王的能量，代表说，第一个他很稳定，他富有生产力，而且他非常的可靠，他身上有这个金牛座的能量。要么就是他很会赚钱，然后是那种成功人士，或者是说，他本身是有一些他异于常人的一些很独特的想法，这个想法是可以让他赚到钱，或者说可以达到他生命中所谓的成功。因为有的人的成功是认为是我要赚很多钱，那有的人的成功也许是我要去过我想过的生活，我要去展现我独特的姿态，或者说我的成功是我想要一个幸福的家庭。就是他的这个独特的思维模式会让他通向他自己心中所想要的成功。那如果今天你遇到这个人，他心中所想要的成功就是世俗上的权力、地位跟金钱的话，别人就会一看到他就很明显，这个人是金字塔顶端的人，他就是白富美、高富帅，而且这个并不是好像别人给他的，而是他自己有实力而来的。那如果今天这个人本身追求的成功不是世俗上所谓的那些成功的话，我会觉得他身上可能有一些艺术家的气息，或者说他有一些那种特殊的元素在里面。你一看到他就觉得这个人的想法思维模式跟其他人很不一样，他有他独特的思考模式，他有他独特的品味，但是他虽然是就是有艺术家的气息，把自己弄得非常的好看，我觉得他可能会对于自己的穿搭、穿着、打扮是有自己的想法你看到他就觉得这个人的风格很独特，不是流于说我现在流行什么我就去穿什么，他的这个穿衣打扮就是他的一个品牌、一个形象、一个标志。那我觉得他的金钱能量基本上是蛮稳定的，不管他就是做什么样子的行业，这个钱都是可以存下来的。而且透过他我觉得他是一个乐于工作的人，那透过他的努力确实是可以达到成功的，他是喜欢工作、乐在工作的人。而且我觉得他的能量是他能够透过他良好的思维模式、决策
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因为有的时候你要达到你想要的成功，或者说你要去执行一件事情，不是说你光有努力一直去拼就可以成功。这个人在前期他是有思考过的，他是有吸收来自于各方面的知识，我觉得可能他是一个会自学的人，然后各方面经济学、科学、社会学、艺术，或者是说人文等等，他都略有涉猎，或者营养学、医学，然后什么航空之类的，就是各种知识，我觉得他很可能有接触到，他会抱持着开放的领域去吸收，然后他不是一个会喜欢冒大风险的人，他自己又有他独特的方法，就是他过去累积的经验会让他形成一个独特的方法。那感觉上他的能量也是一个，就是刚刚说过是跟别人有所连接的，所以我觉得他也乐于去传承他的经验，他基本上是一个蛮宽容的人，他不会去欺骗弱小，就是假设他遇到一个很不懂的人，比如说小孩或是老人，他也不会明明这个商品的价格是这样，他不会去欺瞒，就是童叟无欺，他不会用一个很贵的价格去卖给不懂的人，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蛮算是诚实的人，同时啊，他也是一个不是很容易去改变他决定的人，你一旦跟他进入到情感关系，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重承诺的人。另外，他也是一个喜欢美食啊、美酒啊、有质感的东西啊，或是音乐啊，就是在他喜欢的那一块，他很愿意去花钱。有些人他是喜欢吃好吃的，他就特别愿意在这个找很就是各种餐厅，他都会去愿意去花钱。有些人只是喜欢可能某一个这种音乐艺术的享受，他就愿意在上面投资很多钱。所以我觉得在某一方面呢，他是特别的有品味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月亮月亮牌它对应到的是双鱼座。好，那这个双鱼座它对应到的是在冬天即将要离去、即将要结束的时候，然后冬天相对应的就是有一点点静默，有一点点虚无缥缈，所以在这样子的有一点幻梦梦境的牌卡中，我感觉到的是说，这个人呢，他在感情上有一点梦幻纤细跟多情。这张月亮牌代表的是对灵魂的一个渴望，因此我觉得这个人他渴望的是一个很纯粹的爱情。一旦他爱上你，不管你的条件日后如何改变，或者说容貌如何改变，都难以撼动你在他心中的地位。就是他永远都是觉得你就是那个最美、最棒、最帅的初恋。即使你后来可能就是发胖了，或者说掉头发了，有啤酒肚等等的，对他来说，你还是他心中那个这么梦幻、这么美好的他所爱的那个恋人。然后我觉得他的内心也有一个很温柔的一面，他在感情中会希望他跟他所爱的人会有一片净土，就是你们两个的连结是纯粹因为爱情的连结，不涉及太多的利益。在某方面我也看到他内心有一个多愁善感，或者是说比较敏感，比较想比较多的那一面。所以也许你一开始遇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好像常常在思考，常常在想什么，或是稍微有的时候有一点点忧郁，特别是如果他之前曾经经历什么事情的话，我觉得他也许会有一点点稍微这种就是有一点点忧郁的气息在里面。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你跟他深入相处之后才会发现的，因为他在外看起来还是蛮阳光蛮稳定的，当然他内心有的时候他也有他比较敏感比较知性，或者说如果你就是恰恰好能够去打动到他心中的那个人的话，他很可能会就是想你想的很忧郁，或者说因为没有办法常常看到你而感到难过，你很可能就是会让他引起情绪起伏、情绪波澜的那一个人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张牌是圣杯八。圣杯八是土星在双鱼座，然后你们这边的圣杯八这张牌我觉得很厉害。大家看到没？这边有一个日环食，
百年一见的天文奇景，这个日环食在这边。这个日环食啊，就好像是上帝的金戒指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啊，其实你们两个的相遇，你们两个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它是一个就是很机缘巧合下的一个相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一见，百年难得一见。好。这个就是你们的这一次相遇，你们的这一次连结都是两个人去祈求而来的，都是两个人向上天许愿而来的，都是两个人去显化而来的。因为圣杯8代表离开现有的环境，去追寻更符合内心渴望的人事物，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想要去奔向他。他也想要去奔向你，才促成了这一次你们两个人很深的缘分。你在寻找的人，他也在寻找你。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子的能量。好，你们两个的相遇啊，你们两个的结合，其实真的是凭着本能的直觉去指引，凭着本能的这个情绪去流动，它无关乎你们所在的一个位置、财富地位、年龄状况等等的，就是你们遇到之后，你就会非常坚定，他也会非常坚定的向你走去。你们可能会跟旧有的生活环境挥挥手告别，然后你去面对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新的生活，带着期待去迎接这个很全新的全然不一样的美好的经验跟美好的连结。而且我看见你跟他在一起之后，确实会获得截然不同的视野，而他跟你连接之后，我觉得他的内心也得到了很大一个程度的满足，他不再是孤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奋斗，他身边有人，你们两个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妙不可言的这个机遇。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权杖4。权杖4代表说，你们的这段感情啊，会是有这一种家人朋友去羡慕的，或是说你们可能会举办一个这种聚会这种场合，然后他会把他的家人朋友，你会把他的家人朋友介绍给彼此认识，就是它是一个连接你跟他身边人的一个能量哦。那我也看到了，因为权杖4它是4根柱子，你们这段感情会进入一个和平跟稳定的时光，就是经历了圣杯8之后，可能一开始你这样离开旧有的环境之后的当下会有一些变动，会有一些迷惘跟不安，可是接下来你们就进入到权杖4，特别是经历在某一个困难的时期之后啊，两个人的感情会达到一个好像沐浴在一个和平稳定的光芒，身边还有家人跟朋友的一个祝福，就是你对于你跟他形成的这个连结，就像这4根柱子一样，它是可以去搭起一个稳固的帐篷，它是可以去给予你防护跟安全感的。那这边中间呢，还有一些花这种彩带花束在环绕，代表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庆祝性的场合哦。好，很可能这个人会带你去一个也许是你们会去参加别人的婚礼，或者是说去参加一些，我觉得算是参加一些喜事开心的事情，然后你们也会开始想说，那关于你们的人生的大日子，它要以什么样子的形式来呈现？它是小而美呢，还是它是要这种很多人很喧闹的场合？我觉得你们会有那一种就是坐下来好好享受美食，看着很漂亮的风景，在一起谈心的那个能量。还有些朋友我感觉到是也许你们会去户外露营，或者是说在一个比较高的，然后可以看到风景山景或是海景的这种比较精致比较高雅的这个旅馆中去度假，去享受生活哦。好，接下来这张牌是恶魔牌，恶魔牌是一个摩羯座的能量，它代表的是一个欲望跟执着，所以他对你怎么说，很有欲望，很有想法。他看到你的时候啊，我们不是要谈柏拉图式的恋情哦，他对你就是有感情上的一个欲望，同时恶魔牌它也代表的一个执着跟执念，用在这个情感上，就是我觉得他对你有这个不屈不挠的精神，他
对于他想要爱的人啊，他会用他的方法去得到他，或是跟他展开连结，不会因为现实上的一些阻碍而放弃。那同时，这恶魔牌也代表他自己在感情上，在跟你连接上，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意念，然后他会去掌控他自己的意念，因为一段感情要连结啊，不单单只是我看对眼，我喜欢你，它还代表要有一些行动，要有强烈的一个意念，不然两个人就可能停留在互相欣赏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步。而这个恶魔牌，这个欲望啊，推使了他往前走哦，因为他对你有强烈的动机跟意念，他想要去跟你产生性的连接、亲密关系的连接。那因为这样子，我觉得他会在感情中去克服一些困境，然后你们两个有那种爱的如胶似漆，爱的很甜蜜，可能看到对方的时候就会有就是拥抱啊、亲吻啊，这些都会有，对于对方啊都是非常有魅力、吸引力、很有诱惑的。好，有的时候我还觉得这段感情有可能会当下，因为他跟你，就是你让他着迷了，你让他沉醉了，有的时候很可能会稍微去偏离他本来想要做的事情，稍微偏离他本来的那个优雅、那个淡定的一个状况。好，我们看到最后一张这个塔罗牌，它是主教牌，然后主教牌它的这个女生呢，她手上一边是太阳，一边是月亮，所以它代表了阴阳的结合，代表你们两个的能量其实会达到一个很平衡的一个结合哦。有可能你就是他内心的那个，这怎么说呢？每个人心中都有阴性跟阳性的能量，很可能假设你的内心是阳性能量比较缺乏的话，他就会去补足你的阳性能量。那如果他是内心阴性能量比较缺乏的话，你就会去补足他的阴性能量，所以你们两个是可以互补、可以运作、可以结合的很好的。好，那这张主教牌啊，我觉得它也有一种传道授业解惑的感觉，因为它是跟这个世界，它是跟人群，它是跟群众有所连结的，他会把他的知识去分享出去，他会把他的想法去分享出去，他很可能是某一个这种团体的领袖，或是他是那个核心，可能因为他在这边就是会很有凝聚力，就是有的人你遇到这个人，他是实质上的一个领袖，他可能有自己的团队成员，有自己的员工，那有的人他是有点像是社交上的精神领袖，就是只要他出现在这个场合，大家就会想要聚集起来，就是他是那个会让人家觉得有向心力的人。那同时啊，我觉得它也代表着心灵方面的一个成长。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会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或者说你跟他在进行对话的时候，你在跟他进行讨论的时候，你本身也会产生很多很多新的想法哦。这个主教啊跟女祭司，它都是关于内心世界跟一些宗教情怀的，但是跟女祭司比较不同的是，女祭司刚刚说过，它比较向内，而且它是一个遵守现有的一些律法跟知识，有一种独善其身的感觉。可是这一张主教牌，它更加代表的是一个传教的精神，他会将他知道的事情去扩展，然后他也是一个关怀生命中，我觉得他是会去关心，实际上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比如说。他是这样子，就是如果说你们的经济状况非常好，因为他的经济状况还不错，很可能你们都是可以去搭这个头等舱、商务舱的。但是如果是他自己出游的话，或者说如果他自己是那种旅行需要，就是他一个人单独出去的话，我觉得他很可能不见得会去选择这种头等舱、商务舱，他更可能是选择经济舱，因为我觉得他会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究竟在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就是他想要去看普罗大众大家是怎么样子的生活，他不会把自己隔绝开来，就关在他的这个精辟女神的这个小圈圈中。但是如果今天他是跟他所爱的人一起出去的话，我觉得他会为了对方的考量，选择一个更加舒适的旅程。也许是你们如果是一家
或是一个家庭，或者他要跟你一起出去的话，他可能就会用比较好的方案给你。但是他自己的话，我觉得他不见得会去就是太多的把自己跟一般人去隔绝开来。我觉得这个人在某方面的这种成熟度很高，比如说是他的心灵成长，或者是说他是一个某一方面的专家专业人士，或是他在某一方面特别的突出，唱歌啊、艺术啊、表达美术或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也不会受限于自己的小圈圈。相反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愿意跟大众，跟这个普罗大众，跟更多的人去连接的人。他也是一个对于恋情保持谨慎态度的人，就是他会想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诱惑，但是我会去避免这些诱惑，知道我会在哪里跌倒，哪里犯错，我就会先去避免。我在前一个阶段就不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不会让我自己去陷入一个无法挽回的境地。所以这个人他是聪明的，而且他身上有一个你可以跟他安全交往的条件，所以感觉上跟这个人结婚也好，谈恋爱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他能够去忠于自己真正的需求跟渴望，他不会因为这个世界要他怎么样而去选择一个看似很好但是不适合他的人。那他今天选择了你们，就代表说其实他会认真的对待你，因为这是他真心所选，而不是别人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做。他有他独特的思维模式，我觉得他也不大会去害怕说我做的选择决定跟其他人不同。那感觉上在这个工作，他可能是在某一个大机构任职，或是他可能就是自己创业的话，自己当这个就是主管，或者是他会有一个特别的才华跟才能，是可以让他在这个在这个世俗世界中过得很好的。也许这边还有那种瑜伽老师，或者是说靠口才去传道说话的人。好，对于他现在，就是你跟他遇到的时候，我觉得他对于他现在的状况是满意的，就是他赚的这个金钱是有办法让他过上他想要的一个生活的。好，接下来再看一下关于这个人的其他能量。By the book， 还有 To the sea， 航向大海，思考者 Why。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张牌哦。刚刚就说过，我觉得这个人算是一个他不会去做违法的事。除此之外，我觉得他心中还有一个他所谓的道德标准。因为有些东西是这样子，就是他虽然不违法，可是他在道德上不是那么的好。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只要不违法，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可是其实不违法跟就是你心里认为可以做的事情，那中间还是有一个鸿沟。对这个人而言呢，他更加追寻的是他心中的那个标准。他心中的那个标准当然是比法律的这个标准跟要求更高的。所以我觉得他算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哦。严于律己，他算是一个自律的人，特别是在他想要做的那件事情上，我觉得他是很有想法，也很有执行力的。对这个人呢，我觉得他有一个热情所在，他有一个更大的梦想想要去达成，而且在这艘小纸船上啊，他缺乏一个帮助他的人，对不对？他要自己航行，然后又要自己观察方向，其实很累。我觉得他一直在等待你们的出现，他一直在等待这个灵魂伴侣的出现，跟他一起在航行的路途中，在这个大海航行的路途中，有人可以跟他谈天说话等等的。他的工作也有可能是跟这种运输有关的，或是常常需要出差飞来飞去，或是需要这种比较长途的旅行，也有可能哦。好，我会觉得这个人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很可能你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执行这个梦想，或者在这个梦想中的一个收尾阶段了。好，
感觉上他也是一个很喜欢学习的人，这个刚刚也有提到，各方面的知识，海量的知识，他都会去吸收，他都会去跟，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如果有他可以学习的地方，他也都会去请益。那某一方面而言，我觉得他是一个广纳意见的人，然后也是谦虚的，只要他认为这个人有值得我去学习，有什么知识是我不了解的，不管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年龄大小，我觉得他都会去用心的倾听。好，前面说过嘛，他就是一个思考者，我觉得他有那种很独特的思维模型跟决策，常常都让人家觉得非常的佩服他。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或是灵性修为很高的人，或是有宗教情怀的人吗？对，他的思想很敏锐，反应非常的敏捷。要么就是第一个，他很可能是这种很会读书，很优秀，然后或是有一些专业证照才可以进入的行业，或者是说他很可能很早的时候就觉得学校的生活不适合我，我就是想要自己干一番事业，或者说自己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很可能就会从这个体制内中跳脱出来，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脑袋很聪明的人。你们抽到的这个人好像是某一方面的这种楷模典范耶，好厉害哦。然后我觉得他的身形也是蛮优美的，很可能他是有些人你们遇到这个人可能就是跟那种瑜伽艺术跳舞有关的，这个身形是很漂亮的哦。好，然后这张牌是问为什么，对，他有时候看到这个事情这样运作的时候，就会想说为什么这个东西获利那么好，但是价格那么低，其中会不会有诈，或者是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如此乏人问津呢？我觉得他常常会去观察，比如说这个餐厅的这个送餐啊，它整个流程 SOP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他常常会去观察，常常会去想，常常会去问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也许他就是自我跟自我对话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激荡。那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因为你们也蛮聪明的，很有可能你就是会成为跟他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对话的人，或者是说我觉得他呢会去跟你讲很多事情，让你在对话的时候都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学习的，他的意见是可以去参考的。所以这个人有一点这种百科全书，有一种给我就是那种 Google 的感觉，但是他的得到的就是知识并不是片面的，也不是那种杂讯，不是片段的，而是他整理过后有用的一些内容哦。好，很聪明的一个人，很厉害的一个能量哦，典范楷模。对，好，接下来来看一下宇宙给你们的一些提示讯息好吗？好，They are the one。 好，有些朋友这个人他是不是已经在你的身边了？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有在跟某个人聊天啊，或是说有在跟某一个人认识哦？有些朋友很可能你正在寻找的这个人你们已经遇见了哦。有一些人你们是这种救人的能量哦。还有你跟这个人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连结感，就是一看到他就会觉得我就是没有办法抵抗，他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哦，想要把你们拉开，你们两个就像吸盘一样紧紧的粘在一起的感觉。好，把你放在优先顺位，就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优先顺位。好，这张牌是说你爱自己的话，其实会让你跟他的这个连结这个浪漫的关系更有吸引力。有些朋友其实你们会抽到这张牌，可能是其实你们本身就很有吸引力，很有魅力，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这件事情。也许是你从小成长的过程中，你可能遭受到别人一些恶意的批评跟评判，或是不正确的评判。有的时候他可能不理解到你们是多么的好，就用他一些浅薄的价值观来评判你，以至于你真的以为自己没有那么好。就明明你是一个
宝石，很可能有的人就是不知道这个是宝石，就说你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石头，因此你就认为你自己是石头等等的。其实这张牌有一点要你去点醒你，你们本来就是超有魅力的人，然后因为这个人他会喜欢你，这个人他也是一个思考者，这个人他也是一个我觉得很聪明的人，他今天要跟你在一起，今天他会选择你，代表你们本身也有很独特的魅力在吸引他，所以你绝对要去看见自己的魅力，不要让那个不自信，或者说你对于感情的不安全感去影响这段关系。相反的，你越爱自己，对自己更有自信，对于他来说，我觉得那个是更加的有吸引力的。他喜欢你们的思考跟智慧哦，他不是一个会去打压你的人。好。你们这一组真的有救人的能量哦，有些救人啊，很可能就是已经要回归了，或者将要回归了，很快就会来。或者说有些朋友，你们现在如果已经有一些对象在选择、在谈天、在暧昧的话，很可能这个人就是你的这个重要的恋人哦。好。吸引力法则哦，好，其实这个对象刚刚就说过，这个对象就是你们自己显化而来的，你在寻找的人，他也在寻找你，同时我觉得你们也是他所显化而来的，你们也是他跟上天许愿而来的。好。如果你对其他人的这个嫉妒啊，很可能会成为你跟这个人连接的一个阻碍。就是大家就是把这个心思意念放在你自己的身上，而不是要去想说为什么那个人可以成功我不行，为什么这个人就是条件比我不好，但是却有人爱，或者说感情为什么那么顺利，然后为什么好像我的感情比较坎坷跟不顺呢？就是把注意力专注在自己身上，不要去对别人有这种太多，不要去把自己的能量分散在这种嫉妒别人跟太多的这种羡慕别人的身上，你要先优先去爱自己。好。这张牌是说啊，如果你们生命中有一些危险的讯号，你必须要去注意，因为这一组的朋友很可能在遇见这个正缘的同时，或者说在遇见这个正缘之前，你生命中是有一些不健康的关系的，这个时候你们必须要去斩断这些不健康的关系，要去跟它切断，然后才可以跟这个正缘好好的顺利的连接在一起。好，我们接下来看到这张牌是这个 commitment， 所以你跟他你们中间就是不是只有我谈恋爱，我爱你，你爱我，你们会有很重要的一个连接跟承诺，就是你们两个很可能会变成彼此的这种法定配偶，就是彼此的一个伴侣，会签署什么样子的协议哦，或是这个人有可能会把他的这种保险的受益人的名字改成是你，就是我觉得你们当中不是只有空口说白话，不是只有我口头的承诺，很多的法律上实质的保障会在你们两个当中产生。好，这张牌在打电话，你在接收一个什么样的讯息，你在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然后宇宙再给你一些讯号，你们要准备把这个电话接起来，当电话响的时候要去接电话。好。宇宙对你的生命啊，宇宙对你的命运啊，是有一些计划的。你打电话给宇宙，或者说你跟宇宙讲的事情，它是有听见的哦。这是什么？好，这张牌是 honor， 这个，你如果对于就是如果你对于这个人啊，你去荣誉他、荣耀他，或者是说去尊荣他、去保全他的面子等等的，他其实你跟他的连接会更加的强、更加的稳固、更加的强烈。就是这个人他很需要你的尊敬、尊荣，他很需要被你看重，就是不要去忽视他，要认真的去听他说话，读懂他话语背后的意思，很重要。好 ，illusion， 好，这个跟前面这一张 pay attention to 这个危险的讯号哦，红旗就是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陷阱，这个陷阱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它最后会是一场空，它会阻止你跟你这个灵魂伴侣的一个连接，你们要去辨认出来。就是这组的朋友，可能你在遇到灵魂伴侣
的时候，生命中也有其他的选择跟选项，你要去看清楚，然后要做对选择，不然很可能会被一些这种假象蒙蔽，看似很美好，但它只是一个虚幻的泡泡。很可能有些朋友你们就正在处于这样子的一个泡泡中，一个泡沫中，你内心觉得有一些不安，你不知道这个泡泡什么时候会破，或者说你心里有一个想要去连接的人，但是你又一直摸不清楚对方的想法，你有感觉到很不安全感，或是说你本来觉得跟对方互相喜欢，可是实际的走在一起，实际的生活在一起，谈到一些比较现实层面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出入，所以留意这些讯号好吗？这个人是他要给你一个红玫瑰，而且这张牌大家看到有没有？有戒指，这张牌你看就是跟前面的戒指是结合的，有没有？好，两个人手上都有戒指哦。好，对戒，然后还有一支红玫瑰。好，他给你一支红玫瑰，或你给他一支红玫瑰哦。这个真爱好像就会在你最没有预期的时候就来临了，不经意的来临，而且悄悄的来临。那这张牌我感觉到有没有前面那个恶魔牌？好。这张牌看一下他的手放在哪里呢？有没有他的手好像正在摸着，就是让人就他这个画面有一点跟恶魔一样，就是让人觉得血脉奋张，让人觉得心里好像小鹿乱撞，很慷慨激昂，有很多的想法，然后没有办法停止那个躁动感，所以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会有非常多这种碰撞，在身体上的碰撞跟连结。好，重新被点燃，对，你们这里确实有那个救人回归的能量。第二个就是你们很可能单身了很久，然后觉得说都不知道怎么谈爱情了，都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滋味，或是对爱情已经放弃了，这个人重新点燃活络你对爱情的想法，重新激活你，重新按下你的开关，让你觉得原来可以爱情谈得这么美妙，终于去好像干枯已久的心灵终于有水流入的感觉。好，重新的去点燃你爱情的一个梦想想法。好，连接信号要去流星，宇宙会给你们讯号，关于这个真爱，因为前面就说这个有那个假人跟假象，那关于这个真爱啊，宇宙也会给你讯号，你要留心讯号，知道就是要分辨说哪一些人他是一个骗局，哪一些人是不是那么适合的，可能也不见得是骗局啊，也许他就是不适合你，可能不一定是要来骗你，但他可能就是适合别人但不适合你。那留意一下你们的这个真爱啊，宇宙会给你讯号，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宇宙对你的这个爱情的大事，终身大事，它是有刚刚在哪一张牌，它是有计划的啊，然后你们就会好像你之前跟宇宙讲的，它都有放在心上，所以呢，留心生命中的一个讯号，宇宙给你的讯息，好吗？那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蜜雅，我的 B 站跟 YouTube 的名称都是蜜雅塔罗。好，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